然后等到那个房地产比较冷淡的时候，这些限制都会拔掉。然后这些限制的拔掉，根据我的经验不会大张旗鼓，他们拍电视广告那边讲说，那个第二屋4成是这个已经拔掉了，不会通知你就是银行会通知你现在现在可以了你要不要等了，都是这样就是要加盖子限制的时候大张旗鼓招摇过市，然后解禁的时候都偷偷来就是这样。所以你看我前面一开始就讲说，什么东西会导致房市变淡？政策，你那个盖子一直加到一个窒息，大家想上车没办法上车，然后房子变淡了以后，开始就可以迎接政策松绑，因为房价可能在一些预售你就肉眼看到它开价就变低了嘛，然后一些蛋黄区的成交一些开始出现破盘掉价，它就是上新闻嘛。先说结论房市大热的时候，你不要去换自住房子你等房市变淡的时候，那你再换 CP 值会高非常的多。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有顶价的房子能买吗？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想跟你讨论房市正热，可以来换房子吗？这也是一个观众问我的问题我们现在讲到自住先讲一下他的情境。当然我有做一些调整他情境是这样，就是他现在自己住的房子已经缴完房贷了，然后小朋友几年后要升国中，考量到学区的问题，想要再买一间房子来自住。那现在的考量点就是他要把现在这间卖掉，然后换一间学区比较好的，还是把这个房子出租，然后补贴新房子的房贷。好，这个就是典型天下父母心嘛。为了让小朋友更好的学习环境，所以打算要搬家那我是很敬佩做爸妈真的是很伟大。好，扯远了那反正我直接说结论就不要卖不要卖，因为现在房市正热嘛。你现在要卖的话，一定是卖得掉，但是你卖掉之后，你买别间也是正热啊，也是很贵啊所以你要知道，不要在这个时候卖房子。对，我是跟你讲说，你不要在这个时候卖房子当然，如果你是真的有需求小孩要出生要怎样要接爸妈过来住，这种立即性的需求，那另当别论如果你是可以等的情况之下那你不要在房市大热的时候然后去卖房子，你要到房市大热快尾声的时候你再来卖你知道你现在卖贵然后可是因为你要自住嘛，都变成说你也要在房市大热的时候去换到另一间房子，然后既然你是换房子的需求，所以你一定是怎样小换大，对不对？旧换新这种2选1，或者小换大，同时也旧换新，那你就是在负担一个总价更高的东西。就你在房市最热的时候，你去负担一个总价最高的东西，对你来说这不 OK 我讲八卦的时候会分享我自己的操作。我还真是专业这样子我们都觉得自然而然的事情那经过现在对比起来这个我当初的操作真是漂亮。反正就是房地产在大涨的时候，就变成说没有什么你这区涨其他地区跌这种事情是大家一起涨。那你现在卖房子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你的涨幅已经被人家结算掉，然后你就要去买变更贵的房子，一来一往之间，你的收益其实是下跌的。当然，你现在买过了3年5年还是很有机会会获取到不错的利润，但是投报率就比较起来就没有那么香。那因为那个观众他的小朋友，他不是今年马上立刻瞬间就要去读国中嘛，所以还有几年的时间可以缓冲。那比较好的选择是什么？我真的建议他等房市变比较冷的时候再来买房子会比较理想那个房市比较冷不是指它要下跌，而是买卖没有那么旺盛了。好，什么情况会变成买卖没有那么旺盛了？政策，现在政策看起来还是要继续加盖子啊。对啊，你能想象到像我拍这支影片的时候，2024年7月月底，这个房市那么热的时候，政府怎么会在9月的央行理监事会议，然后来宣布一个松绑？比方说豪宅线往上调比方说降息，不会嘛？现在还是要加盖子的。对，所以你等到那个盖子加到一个市场出现窒息的时候就是买卖都跑不太动的时候，那时候你再来考虑你的自住换房，你要小换大或旧换新那房地产其实也不会一直热下去它有一天会变冷。我们最近也才冷过你不要说这不可能。像2018、2019的时候
18、19年的时候，那时候买房子，今天是不是都笑得很大声？对啊，那18、19年的时候你去买房子，就是很好谈你自住小换大旧换新的时候。你2024你要谈你怎么谈哦？所以你应该要等房市变冷再买哦。就像我们这种有在研究房地产哦，要换房子一定是等房市变冷啊。那最近哦的那个冷盘，就我刚刚讲2019、2020啊，那个时候。就像回想起来，就是绝佳的什么自住换屋的时机哦，自住换屋，你要小换大旧换新都可以。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可以杀价，嘿，那时候房地产看起来要跌不跌的，是可以杀价的哦。那现在房市大热，你要换房子，你怎么换？你就买不到便宜的东西，然后大家都在来要 gap 个，然后就是价格都这样一直往上垫，然后变成你还要抢房子，你换的不甘不愿，然后你的投报率也不会好看哦。现在我已经听到，不是一件而已哦，美术馆哦，开价及成交价，这个叫开底合一哦，不止一间，我听到了就已经2间还3间了，对，那我还不知道了，一定更多，开底合一，这个就是房市大热的时候的怪现象，房市大热的时候的指标哦，所以现在绝对不是房价冷淡的时候啊，现在就不适合去做自住换屋的动作哦，如果你能等的话，所以我会建议你，如果你现在就要换。你会买得很贵，中古也在贵，预售也在贵，当然以后还是看涨的，但 CP 值不是很高。我会建议你这个因为你这间房子已经缴完贷款嘛，那你就会变成你有80%首购的名额还可以用嘛，那你应该是先拿这个头期款去你先走自产的剧本然后过3年过5年把该赚的钱赚到，然后房地产没有那么威猛的时候，那你再去谈你的小换大或旧换新现在这种房地产大热的时候，你好好的你要把房子卖掉，没有很理想没有很理想。讲完了，好，我们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聊了房市正热可以换房子吗？那我先跟你分享了一个观众问我的问题，就是他房贷缴完，然后小朋友要上学，然后考虑要不要把现在的没贷款的房子把它卖掉，然后去换好的学区。他的小朋友不是马上就要升国中这是3-5年后的事情那我的建议就是先不要因为现在房市很热，你可以卖的目前为止相对高价没错，但是你要换屋嘛，你去买也会很贵所以变成说卖掉，现在就把它卖掉 CP 值就不是很高应该是等房市由热转温的时候，或是由温转冷的时候，那你再去做自住换屋的这个动作，因为这时候可以杀价就是这样比较划算对，我先告诉你3个东西第一，我的付费会员频道1个月月付250这个欢迎加入直接抄我做的房地产作业就好了，这不香吗你自己去看会员影片的封面，讲的议题都比平常的影片猛上好几节那会员的问题我也会认真回答不是会员我就简单回答，这拍谁这没办法，这个问题实在太多了。好啦，第2个自产高雄买房阿元观众专用 LINE， 这个是我长期配合的房仲店台湾房屋美术执行店，这个不赘述了，以前的片尾都讲过，反正已经有超过2000位观众加他们也超过50几位观众跟他们买高雄低总价自产的房子你也可以加他们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自产用的房子好，那他们的 LINE ID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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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 go 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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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个自产台北新北买房阿元观众专用 LINE， 刚刚讲高雄的吧现在台北新北的专用 LINE如果你是钟情于台北市新北市房地产的朋友，那你就加这个 LINE这个是我台北市房地产的前辈，当然啦，台北市的本金门槛就很高你自备要超过500万，这个就是常态那你就自己加入以后跟助理去描述你的需求吧他的 LINE ID 是小老鼠 by 台北BUYTAIPEI 小老鼠买台北这样。那讲八卦我自己就是这样做的对啊长期看我影片就知道，就是我有那个嘛，就要接爸妈一起来高雄住的需求然后就要1间4房。好，其实也不用到那么大间，可是就是那个时机来了，然后那个景观我们家里又很喜欢，好，然后那时候就可以杀价，就可以杀。其实3房你说我们家不能住吗？怎么不行？只是那时候就可以这样啊那就被我买到了一个坪数很大的4房。好啦，用你们那种富豪的眼光来看是也没有多大，但是对我来说，我这个年纪我能负担到这个房子，我已经觉得其实我蛮厉害的然后
就换啊，然后又大坪数，又双主卧哦，2个主卧哈，然后4房3间厕所，然后又高楼层有景观，我已经觉得没什么好挑的啊，就是在房市冷淡的时候，要跌不跌的时候，那我去做的交易。好，做完了之后，你看我真的是回想起来哦，还好我那时候哈就是捏着就直接给他上4房，不然现在哈这间房子会跟我完全没有关系。为什么？因为后来一系列打房政策跑出来了，哦，我们在买完了以后，那个时候还是我的第2屋嘞，然后你看现在第2屋贷款变成多少，对不对？自备就要4成嘞，我连3成都不用嘞，就有那个时候你第2屋还是可以做到8成的时贷，就这样啊，这就是房市在冷的时候的好处。为什么？政策会松绑。哦，然后变成说你上车的几率又高啊，你又可以杀价。你看你现在上车难度有多高啊？你第2屋哦，第2屋的话自备要4成，4成你又是小换大旧换新，那你假设就是一个3房要换4房，你总价就变成1500要换成2100的自备4成呢，你怎么换嘛？哦，然后等到那个房地产哦比较冷淡的时候，这些限制都会拔掉，然后这些限制的拔掉，根据我的经验哦。不会大张旗鼓，还那边拍电视广告，那边讲说，那个第二屋哈4成是这个已经拔掉了，不会通知你哦，就是银行会通知你哦，现在现在可以了哦啊，你要不要等了？都是这样哦，就是要加盖子限制的时候大张旗鼓招摇过市，然后解禁的时候都偷偷来哦，就是这样。所以你看我前面一开始就讲说，什么东西会导致房市变淡？政策，你那个盖子一直加到一个窒息，大家想上车没办法上车，然后房子变淡了以后，开始就可以迎接政策松绑，因为房价哦可能在一些预售你就肉眼看到它开价就变低了嘛，然后一些蛋黄区的成交哦，一些开始出现破盘掉价，它就会上新闻嘛，就会开始逐步解禁这些政策，解禁这些政策就很好的助攻啊，市场中就开始弥漫的情绪，要买房子怎样要跌了，好，所以你可以杀价，你又搭到这个政策松绑的列车，这什么不好哦？对，我当时我就是这样子做的啊，如果我现在2024年我才要来换，我换不到，我说真的我换不到，所以回想起来就是运气好了哦，就我们都有在看房地产，有那个手感哦，我们在操作上就比较那个节奏就抓的，现在回想起来就真的很好哦。那个第2屋的限制也都还没有哦，然后那个严查金流什么的也都还没有，不是说我乱搞，而是说你看现在变得那么的严格哦，就是超级之严格，现在连预售屋也要查你的金流哦，在我们那时候在房地产要跌不跌的时候，市场都弥漫那个气氛的时候，你要干嘛都可以啊，所以你就有机会。你看，我是直接从2房换成4房双主卧呢，我直接跳过3房那个坎，然后把家人接来住。我跟你分享啦，就是房地产你自住的操作，你抓一下哦，剧本应该是讲做房地产在持平或是市场中弥漫的要下跌的情绪的时候，你才去做这个自住换屋、小换大、旧换新的动作，会理想非常的多。然后之后你的自住你就好好住，然后你就等大涨，就是这样。